萬科完了。如果深圳市政府這次撒手了，萬科這個昔日穩如老狗的地產巨頭就真的要死掉了。那注入他肚子裡號稱國資救命錢的幾百億，瞬間就會化為泡影。今天，萬科多只債券在債市中遭遇斷崖式下跌。21萬科04單日跌超 20%， 盤中被臨時停牌。21萬科06、23萬科01跌超 12%， 22萬科02也跌近 12%。不僅債券崩跌，股價也跟着跳水。萬科 A 股盤中一度跌破6元，創下10年新低。市場情緒瞬間從撐得下去吧變成撐不住了。散戶、債民紛紛在社交平台上哭求，連萬科都要涼了，誰還敢買房？誰還敢投地產？而這一切僅僅是因為一個信號，國資背景的大股東深鐵集團是否還願意往萬科身上砸錢，已經不再是鐵律。事實上，2025年以來，深鐵對萬科的支持並不是小數目。根據最新披露，截至11月初，深鐵已累計向萬科提供約 203.73 億元純信用貸款。與此同時，雙方還簽署了一份金額高達220億元的貸款框架協議，理論上給萬科留了一些喘息空間。但這點錢僅僅是勉強維持兌付需求的敷衍良藥，並不意味着萬科真的得救。根據業內分析，剩餘貸款加上回款、資產盤活，還有抵押騰挪，也難以覆蓋萬科近期龐大的債券本息償付需求。換句話說，只要深鐵一不樂意繼續輸血，萬科就等於被按下倒計時按鈕。這也正是市場最近瘋狂拋售萬科債券的原因，撐不過今天，就撐不過明天。今天有傳聞，中央層面已對深鐵深圳市政府發出指令，要求以市場化方式處置萬科債務問題，也就是說，不再把萬科當成國資救命稻草，更不允許動用行政力量強行救助。市場化聽起來高大上，但在當前這個環境裡，幾乎就是一句我們不救了。市場規則殘酷，債券債務要兌付，資產要變現，債務人現金流結構要自救。對於一個現金流緊張、銷售低迷、債務到期壓力巨大、剛剛經歷股債雙殺的房企來說，這意味着破產或者重組折價。若真是這樣，萬科注定走向斷頭台。曾經號稱國企典範穩健標杆的萬科，也將成為這個時代地產行業繁榮假象的墓碑。在外人眼裡，深圳依然是那座燈火輝煌、一派繁華的大都市，高樓林立，夜景迷人，互聯網、科技公司聚集，仿佛永遠在崛起。但真實情況是，城市財政正在被拖垮。不只是房地產企業難支撐，連政府機關都在勒緊褲腰帶，公務出差在被壓縮。除非是真的去招商，否則寧可不開就別報銷。很多費用只能口頭審批。曾經那個財大氣粗的深圳，現在連面子都捨不得當，過緊日子壓縮開支幾乎成了默認。而繼續往萬科身上投錢，對深圳財政來說，也意味着更深的負擔和風險。畢竟這不是1、2億的投資，而是數百億，可能還更多。當財政收入下滑，土地出讓金減少，稅收下降，城投債到期，支出剛性逼人，再往萬科砸錢，就是在賭一個看不到未來的賭局。更冷酷的是，即使萬科最終被市場化處置折價重組，回收率也可能慘不忍睹。屆時，不僅萬科原來的債權人、債券持有人將血本無歸，連曾經為萬科輸血的國資也可能落得打水漂的下場。近幾年，萬科一直對外宣稱自己在轉型，從傳統住宅開發轉向商管、長租、物流等多元業務。但現實是，這個轉型夢現在看起來像極了一場空中樓閣。相比之下，
另一家地產企業龍湖集團的套的模式和商管轉型似乎走得更穩。業內有人認為，龍湖的商業地產加運營能力加城市交通打通，未來還有可能重估，可它現在的 PB 估值僅有 0.4， 破淨，也就是說被市場極度低估。和龍湖不同，萬科沒有做出類似標誌性轉型，也沒能在城市更新、商管運營上取得重大突破。房地產白銀時代的故事只剩下債務和高槓桿的噩夢。當整個行業都在看向轉型、商管、物流、租賃等新方向時，萬科卻依然綁在舊樓盤加債券加土地那一坨沉重枷鎖上。如果萬科真的破產、債務重組、資產折價，它不會是唯一一個倒下的巨頭，但它的倒下會極具象徵性。一旦萬科涼了，那些跟隨它起起伏伏的銀行、信託、中介、供應商也將被一一牽連，房企破產、地產債違約、銀行資產縮水城投、地方財政被震動、地產供應減少、城市建設停擺。對普通家庭來說，當年靠着房子是保值資產心理買的房子，很可能變成一張燙手山芋。房價將持續下滑，區域供給萎縮，購房貸款違約率上升，那意味着曾經寄希望於城市化加房產升值的普通人，一夜之間跌入深淵。對投資者來說，債券、股票、信託產品一涼涼，他們的錢可能再也回不來了。如果說萬科只是一個企業，那麼當它倒下的時候，真正被撕碎的是整個時代的幻覺。萬科一倒，倒下的是中國房地產的最後體面。有人說，房企塌了幾十家，為什麼偏偏萬科這麼重要？因為萬科不是一個普通開發商，它是過去20多年中國地產神話的道德模範生。別人靠激進擴張、拿地賭博生存，萬科靠的是穩健、規範、現金流管理立身。它曾經被稱為中國房地產最像現代企業的公司，甚至是國際資本眼裡的中國房企樣板。而現在呢？債券暴跌，股價破10年新低，債務高度依賴股東借款，靠國資輸血續命。一個曾經被包裝為現代企業典範的公司，最終走到靠政策和救濟延命的地步，本身就已經足夠諷刺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不是萬科不行，是整個地產模式已經死透了。房地產這條路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。很多人以為萬科的債壞賬只是銀行、機構、國資系統內部的事，錯了。萬科的債務早已經被層層打包，通過信託、資管計劃、城投通道、理財產品流入到了大量中產家庭的資產配置裡。換句話說，很多人今天看到的理財收益率暴跌、產品延期兌付、信託協商兌付，裡面赫然就躺着萬科、恆大、融創這些暴雷房企的影子。當這些債務被賣給所謂二級機構、不良資產管理公司後，接盤的不是金融精英，而是無數被推薦穩健理財的中產。他們的錢不是蒸發，是慢性消失。一戶一戶中產家庭財富像水一樣漏掉，沒有爆炸，沒有新聞，沒有上熱搜，只是在銀行 App 裡那個數字再也回不到從前。萬科不是憑空掉下去的，它身後是一個承壓已久的深圳財政。過去深圳靠什麼起飛？賣地、房地產拉動、土地財政、高增長。但現在全國房地產成交量已經連續下滑數年，土地出量縮量，價格下行，財政收入出現斷崖式減速。據多地公開財政數據統計，多個核心城市土地出讓收入已從高點腰斬，甚至更多。而土地出讓本來就是深圳財政的重要支柱之一，所以當萬科需要錢時，深圳也不是不想救，而是越來越救不起了。
公務出差被壓縮，公務接待標準下調，各類財政支出一再收緊，都是極其真實的信號。當一座曾經最會賺錢的城市也開始高調喊過緊日子，你就必須明白個問題，真的不是萬科一家的問題，這是系統級的寒潮。過去那套高增長加房地產加城市擴張加投資拉動的模型已經走到頭，接下來哪怕不崩潰，也必然是一個長期的低速擠壓、去槓桿與重構年代，不會再有迅速反彈，不會再有回到高點，也不會再有那種全民沉醉的財富幻覺。如果萬科倒下，會發生什麼？現實一點說，它未必會以破產清算的形式倒下，更可能是債務重組、資產處置、債轉股、強制展期、股東稀釋，一個被拆解後繼續苟活的萬科。但這和曾經的萬科已經沒有關係了。對行業而言，它的意義只有一個：宣告一個時代徹底結束。萬科不是第一家倒下的房企，但它若真正被市場化處置，它會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分水嶺。就像當年的日本地產泡沫破裂，當年的雷曼兄弟倒下，有些名字會被寫進歷史的分界線，不是因為他們偉大，而是因為他們倒下的時候，一個時代剛好結束。